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今天讲述的收录于天涯论坛2003年莲蓬鬼话板块，早期论坛时代下网友们的毛骨悚然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注意，本故事含有未经证实且令人不安的成分，请谨慎观看。不知道有没有人见过鬼上身呢？而且还是可以很清楚地和家人对话的那一种。我是没见过，不过我倒是听说过很多。让我感到最真实的是我姥姥讲过的一件事儿，而被上身的就是她的老妈，我的太姥。这可真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姥姥还没出嫁呢，这件事就发生在她的老家东北的一个乡村里。那天很晚的时候，姥姥和太姥串门回来，因为天气冷，太阳落山以后还有一点阴森森的，他们呢就想早点到家，于是选了一条平时不走但是却会进很多的路。只是那条路要经过一口废井，而那个废井在以前有个女人投井自尽了。那女人是邢家的儿媳妇，刚刚过门没几天，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名其妙就投井自尽了。邢家是给人照相的，那个年代有照相机的家庭可比现在有汽车的家庭牛多了。那女人死的时候是抱着相机跳的，大家都猜测是两口子打架，她一气之下才断了邢家的财路，自寻短见的。可能那天我太姥的时运不高，千不该万不该，选了那条路回家。一路上都还好，走过那口井之后就不讲话了。回到家以后就盘腿坐在了炕上，不吭声也不动。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姥姥叫她妈吃饭了。在我太姥开口说话的时候，都把大家给吓了一跳，因为从太姥嘴里发出的声音不是本该属于她的那种苍老的声音，那声音很脆，很年轻，很像她那个死去的邢家儿媳妇。她说，我刚刚嫁人，可没有你这么大的女儿。那你是谁？姥姥虽然猜得出是谁，还是明知故问地问了一下，还偷偷地示意堂妹去喊人来。我是你邢家的嫂子。明知会是这个答案，姥姥还是吃了一惊。姥姥还想和她讲话，她却讲，我不和你说话，我要见我的家人。一会儿姥姥的妹妹叫人来了，是邢家的儿子和村里的萨满。我们是满族人，整个老家村子里都是同一旗的。一见到邢家的儿子，他就哭了，说，我知道我不应该，可是你也太不顾念情分了，我去了这么久，你连张纸都没烧过给我。邢家的儿子却说，你祸害我家还不够吗？你还上李嫂的身，我们吵架不过是小事儿，你犯得着抱着我全家的家当就跳井吗？你赶快走，不然我让萨满扎你。太姥，或者说是上了太姥身的邢家儿媳，她很凄惨地笑笑，说，你真的一点情分都不念。好，你扎，反正你也扎不到我，你敢过来试试，你还没扎到我，我就走了，你只能扎到你的李嫂。哈哈，他发出刺耳并且恐怖的笑声。这时萨满拿出了一根好像中医针灸用银针，走向太姥，那恐怖的笑声就停止了。太姥晕倒在了炕上，大家又是摸胸口又是掐人中的，太姥没一会儿就醒了过来，他应该是走了。太姥看到家里来了很多的人，觉得很奇怪，就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怕他害怕，当时呢就没告诉他，只说是他晕了。第二天姥姥问他记不记得回家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太姥说一点印象都没有，那段记忆是空白的。姥姥告诉他发生的事儿，吓得太姥呢特意去庙里拜了一拜。后来
又烧了一些纸钱和纸扎，以后就没再这类的事情发生了。以上呢，就是关于我太牢鬼上身的故事了。你们的身边有没有用红色绳子穿过铜钱，系在手上和脚上的朋友呢？我有一个，他无论是游泳还是洗澡，都会带着那4个铜钱。从我认识他开始，就没见他摘下来过。问他这是为啥，他呢就讲了一个小时候的经历给我。那个时候他家住在平房里，还有一个小院子，每天和小朋友们玩都不用楼上楼下的爬楼梯，要多幸福就有多幸福。某天他和小伙伴呢玩得正疯，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妈妈就到了院子的门口去喊他，让他赶紧回家，接着就进屋了。他恋恋不舍地和小朋友们说再见，就走向了自己的家。走到院子门口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事儿，就转过头向小伙伴的方向喊话：明天别忘了带小人书给我，记得找我玩呀。接着就回过头往屋里走。他刚刚迈了几步进家门的时候，忽然感到肩膀被人重重地拍了一下，好像是有人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他本想回头去看一看是谁，背后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声音很粗很沉。你等等我。他一下子感到了全身的汗毛全都竖立了起来，那声音离自己很近，却又好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魔鬼的声音。他不敢回头，只是斜了一下眼睛，瞟了一下是什么打在自己的肩上。这不看还好，这一看他感到自己的冷汗都流了下来。是一只手，黑黑的，还有浓浓的绒毛。他头也不敢回地跑进了屋里，砰的一下关上了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妈妈呢，看见脸色苍白的儿子狼狈地靠在门上，就问他怎么了。他把事情呢讲给妈妈听，妈妈第2天就带他去了一个很灵的半仙那儿去算一算。半仙说他八字轻，容易看到一些东西，于是就拿了4个供了很久的铜钱给他系上。而从此以后，他呢就没再遇到任何的怪事儿了。人家都说小孩子的眼睛最干净，能看见不干净的东西。我还听我同学说，长得很讨人喜爱的小孩很容易夭折，因为下面的人也很喜欢他。这里讲讲我小堂妹的故事。我父亲兄弟5人，有一年呢，3个兄弟都生了孩子，二叔生了个女孩，也就是我所说的小堂妹。3叔和4叔分别生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这小堂妹很是聪明伶俐，还没满周岁就能走路和说话，稍大一点嘴巴就非常的甜，很是讨人喜欢。那时候我也不大，但最得宠的就是她了，觉得另外的2个弟妹很烦，就会要吃的。村里的人也很宠我这个小堂妹，有个奶奶呢，自己的孙子也和我堂妹差不多大，她赶集回来一定要先绕到我们家纳凉的天棚下面去看看，把买回来的水果给一个我堂妹才肯回家。有一次我二婶和一个本家的姑姑去砍柴，不知不觉走得远了，那个地方有很多先辈的坟。我二婶和姑姑去砍柴，让我小堂妹呢自己在那儿玩。小堂妹在那里自得其乐，咿咿呀呀地说着话。突然我二婶听到她说：姑姑，你在干嘛？我二婶以为她看到一起来的姑姑了，就问她：三姑姑回来了吗？她说不是的，是另外一个姑姑。要知道那里是荒山野岭，人迹罕至，所以我二婶呢赶紧的出来看，但是没看到人，就问小堂妹：那个姑姑在哪儿呢？小堂妹指着一个坟包说：哎，她刚刚还在那里在跟我笑的。几个月后，小堂妹掉到了村里唯一的一口水井里，给淹死了。
当时在场的有我2个和他同年生的堂弟妹和好几个村里的小孩。掉到水里的时候，2人哭着回来，却不晓得告诉大人们听。刚好那时爷爷要出门，还以为他们不舍得爷爷走，还哄着他们，爷爷回来给你买糖吃啊。我们那儿的习俗，小孩死了是不能在家过夜的，连夜就给葬了。四叔来报丧的时候，我还不信，以为大人和我开玩笑呢。父亲脸色一正，有人和你开这样的玩笑吗？可是我心里还是不信，还刻意的忽略了这件事儿，直到放假回老家，才不得不接受了这事实。很多人都说这孩子太招人喜欢了，所以那边有人把他给收走了。其实当时去井边的小孩有好几个，有些年纪稍大，大概也有5、6岁的光景，可竟然也不会去找大人说给大人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非常之久，那时候我就在奶奶的家里。在我们单元4楼有一块墓碑，是楼上的一户人家的。奶奶家住的是单位的家属院，好多人都是一起上下班的，所以大家都比较熟络，不像是现在的人互相都不认识。那户人家姓傅，去年的时候傅爷爷身体不好，眼看着就要过世了，他家呢就开始准备后事。但是在医院住院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奇迹般的转好，没过半年就已经可以出门了。他的儿媳妇向来是节约，那块墓碑他自然的留在家里不肯处理掉，就一直的摆在单元里。他们家住在4楼，我家在1楼，我只有偶尔见过一次。接下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发生了很多的怪事儿。第一件事是我们楼上的一位老爷爷，他已经80多岁了，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还好好的。他们早上都有去早锻炼的习惯，他老伴儿起来都洗漱好，看他还没有起床就觉得奇怪，因为老爷爷的年纪大了，本来就起得很早，而且睡眠都很轻的。结果他老伴儿去推他，才发现老汉已经过世了，连身体都僵了。本来呢，这件事情还没什么好奇怪的，80多岁的老人嘛，也算是喜丧，吹吹打打，事情就办完了。可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我们单元每层是3户人家，我家在左边。这第2件事情是我家隔壁，也就是中间那个门的季叔叔的去世。季叔他人很好，小时候我经常和他儿子一块玩，他就会给我们讲故事。他们家里是办幼儿园的。有一天晚上，季叔叔在睡觉，他本来不住在这儿的，他爸爸妈妈在这里住。那2天不知道吹着什么风，他就住在这边了。因为是临时住过来，没有他的床，所以他睡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上课的课桌拼起来的床，那种给幼儿园小朋友用的桌子，还不到1米高。睡到半夜的时候，季叔突然喊起来，把他爸妈都给叫起来了。他爸妈一开灯，看见他就躺在地上，捂着身子，脸色很难看。他说他正睡觉呢，旁边站着2个人，一个穿着黑色的衣服，另一个穿着白色的衣服。他们说他该走了。季叔说，我又不知道你们要带我去哪儿，我不走。于是那2个人呢，把他一推，他就醒来了。醒来以后发现自己就躺在这地上，他说自己疼得厉害，家里人就把他迅速的送到了医院。因为他家里爸妈的年纪都大了，送他去医院的时候，我叔呢还去帮忙了。到医院的时候，季叔叔已经快要不行了，是因为把脾给摔裂了，最后抢救无效去世了。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就传出了这栋楼有问题的消息。尤其是大家听说季叔叔梦见了黑白衣服的人，这第一印象就想到了黑白无常。
他们觉得肯定是黑白无常来索命了。那为什么会来这里呢？而且这短短2个月就有2个人接连去世了。可如果说楼上的爷爷的去世还算是正常，那季叔叔呢？一个30多岁的人从不到1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居然就摔死了。从那以后，好多人呢都去劝楼上的富家把那块墓碑想办法处理掉，但富家的媳妇儿却死活的不同意。她说死了人还要用嘞。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话说的不对，没过1个礼拜，她老公去和朋友打麻将，一把赢了几千块，接着脸色就不太对劲儿了，心脏病，而且是没有心脏病史的。我觉得这是最可笑的地方，为了几千块钱，一个人就高兴的心脏病发而死，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嘛。那件事情发生以后，单元里有些人就偷偷的说起了风凉话，说那个女人舍不得把墓碑扔掉，到最后总算是给她的老公用上了。但自从那块墓碑消失之后，楼道里也就再也没有人出过事儿了。奶奶和对面的阿姨在聊天的时候说过，就是那块墓碑勾走了别人的命，只要墓碑在，又没人死，那墓碑就会勾走人的性命的。接下来这件事儿是听说来的。我家搬到了兰州之后，经常去一个朋友家玩，他家住的是那种非常大的天井楼，和功夫里面那种楼看起来是差不多的样子。他家的楼上住着一个老头，年纪很大了，都叫他嘎爹，就是叔叔的意思。嘎爹是给人抓鬼的。后来我在内蒙古上学，再次回去的时候就没见到嘎爹了。我问起朋友，朋友说嘎爹已经去世了。因为嘎爹以前是帮人抓鬼的，所以惹了好多的东西。后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也弱了，那些东西就回来报复他了。最开始的时候，嘎爹每次回家都要穿过一个弯弯曲曲的道，因为两边都有非法的建筑，就是自家搭出来的房子，所以看起来很乱很狭窄。他每次走过去的时候，总有个人对着他冷笑，看得嘎爹心里非常的不舒服，他就觉得事情不太对劲了。有一次，嘎爹故意的喝了2杯酒，吃了好多的蒜，出门了，又碰到了那个对他冷笑的人。嘎爹就上去问他，你笑什么呢？那个人就说，你现在也快不行了吧？谁叫你爱多管闲事呢？嘎爹就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红纸，上面画着地藏王菩萨。那个人就走了。后来嘎爹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他晚上睡觉的时候总能听到在对面房子的阳台上坐了很多的那种东西，他们有的没有头，有的没有手，都在骂他多管闲事，让他们不能报仇。那些声音就吵得嘎爹没有办法睡觉了。嘎爹知道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好了，那些东西早晚会找到自己的家里来，他就用黑狗血画了好多的符，贴在了自己的家里。没想到他儿媳妇嫌那个味道难闻，儿媳妇本来就不喜欢这个神神叨叨的公公，他把那些符全都撕掉扔了。后来没过多久，嘎爹就去世了，死在了自己的家里。他死的时候手上还在往天上抓着，不知道是在抓什么，还是在挣扎什么。他身上则都是黑色的手印。我那朋友说，嘎爹去世之后的那几天晚上，院子里突然多了好多的黑猫，也不知道和嘎爹到底有没有关系。最后再讲个事儿吧。我小时候是在内蒙长大的，现在在兰州读书，我妈妈在这边工作。如果是兰州人，那么有一个地方我想你一定是知道的，那个地方就是华灵山。
我一个朋友的姥姥家住在华灵山上，听说在华灵山上住的人，到了晚上天黑了之后都不出门的。这件事儿就是朋友他讲给我听的。听说在华灵山晚上出门很容易不好找回去，因为那里的建筑非常的乱，都是自己盖的，就像兰州的伏龙坪一样，到处都是通的。狭窄的道道里黑乎乎的，而且以前的时候出租车晚上都不上去，上面乱得很。听说在华灵山住的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样一个规矩，半夜的时候，如果有人敲你家的门，不要随便开门，先问清楚到底是谁。那边有时候呢会回答说是要碗水喝，或者是想借个火，那么你就端碗水泼到地上，或者拿根火柴点着了扔到地上就行了。因为正常的人怎么会大半夜的去借水借火呢？他给我讲的故事就要开始了，我就以他的口吻为第一人称为大家讲述。故事发生的时候我还只有8、9岁。有一次姥姥家里的人要去山里上坟，就让我和我妈来帮忙看看房子。因为这里很乱，如果听说你家里没人，会招贼的。说是看房子，其实呢就是要我们在那边住上一晚。我爸爸因为有事也就没去。晚上我妈睡在楼上，我睡在楼下。我住的房间就是刚进院子门的走廊，两边都是房子。我睡在第2间。吃完饭天就有点黑了，我妈也挺胆小的，她就把我安顿好之后就早早的上楼睡觉。我白天和舅舅姨姨家的小孩玩累了，躺倒床上的时候就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等到我睡到半夜的时候，突然听到了有脚步声，感觉是在走廊之间来回跑着，好像很急促的样子。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以为是我妈呢，我就翻身准备继续睡。可这个声音一直持续了好久，我就喊了一声，可是没有人应答，但脚步声停下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醒得差不多了，翻身起来以后就看到，果然有一个黑影在窗户前跑来跑去的，而且个子还挺高的。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进贼了，我想了一下，就趴在了窗户的旁边，偷偷地往外看，可外面什么都没有。那时候天气挺冷，这种自己建起来的房子窗户也不是很好，上面都会包那种半透明的塑料。看到外面没人，我的胆子也稍微的大了起来，就抬起头往外看。谁知道我刚挪到窗子的前面，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张脸。虽然我没看清楚，但还是被吓了一跳。我觉得如果这是人，肯定不是小偷，不然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如果不是小偷，那肯定是神经病了。可神经病他是怎么翻过2米高的墙进来的呢？但是如果这是鬼呢？我啊的一声大喊，当时就被吓坏了。第2天醒来的时候，我在医院里，我妈说我发烧了，一直哭，说我看到有人扛着枪打仗，他们都吓坏了，就把我送到医院来了。从那之后，我到姥姥家里去都是早去早回，要不家里人多的时候就住下，家里要是人少，一定要我爸打车来接我。讲的都是身边的故事，有些是我亲身看到的，有些则是道听途说，听来的故事真实性不能保证。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放学的时候下雨了，下得特别大，我没有带伞。放学的时候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也没办法了，只能是往家里跑。还好学校离家里并不远。谁知道回到家的时候奶奶不在家，要知道我和奶奶一起住，我又没钥匙，就只能站在我们单元的门口等呀等。这时候走过来一个男人，脸白白的，
他问我家里有没有人，想去家里坐一会儿。当时我觉得好变态，神经病一样，我也没有和他搭话，他就走掉了。不过他穿的是白衣服，隐约记得好像没有被雨淋湿。过了一会儿，奶奶就回家了。吃完饭之后，我觉得有点头痛，奶奶说可能是淋到雨了，让我洗个澡就早早的睡觉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里面来客人了，我呢就去接待。客人站在门口不肯进来，说带我出去玩，我就很高兴。当时我在客厅里，我家的玄关比较大，而客厅到玄关有一个台阶，也就10厘米那么高。可是我怎么抬腿也抬不起来，就那么矮的台阶就把我给绊倒了。摔倒的时候感觉脸上凉凉的，摔倒的一下我记得很清楚，觉得非常真实，但就是觉得不痛，而且还咳血了。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还在下雨。我醒来的时候手都被绑在床头，隔壁的一个阿姨在看着我，她说我奶奶去请人来给我看病了。我说那能不能给我解开？阿姨的表情有点为难，她和我说再等会儿，等会儿给你解开。后来我才知道昨天晚上没有客人，换句话说是奶奶没有看到，但是我确实是摔倒了，接着还做了很多奇怪的事儿，抱着饭碗放在门边，还在门口放烟之类的，而且自己头撞墙撞了好久。奶奶实在没办法了，才叫来了隔壁的阿姨过来帮忙把我给绑上。阿姨害怕解开我以后会做什么奇怪的事儿，她没办法给奶奶交代，所以也不敢给我解开。阿姨和我说了一会儿话，看我的神志清醒好多了，就给我把绳子解开了。我想坐起来，可就是坐不起来，感觉用了平时把手举到头顶的力气才举起来一点点的感觉，但还是动不了。我当时就急哭了。下午的时候奶奶就回来了，她还带回来了一个阿姨，她和我说了一会儿话，就问了我什么学习之类的事儿，别的事情也没再细说。之后我就听她问我奶奶，我家里面是不是有一个人长得白白净净的，总咳嗽，眼睛很大，有眼袋。我奶奶说是有这么个人，不过已经去世好多年了。楼主还没出生的时候啊，这个人也就去世了。那个人是我的一个叔叔，是我太奶奶的妹妹的孩子，他家里的人全都死了，一直是我奶奶把他拉扯大的。后来他20几岁的时候患病去世了，但是我们家里人没有烧纸的习惯，我爷爷的骨灰按照他的遗嘱也要扔到江里，所以一直没给他烧纸。那个阿姨说的情况和奶奶说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奶奶也就信了。阿姨说因为那个男人一直没有钱花，所以来找我们了，而因为我的身体比较弱，所以就找到了我。也幸好我在单元门口见到他的时候没有和他搭话，不然就会被他带走的。再后来阿姨带我去他家里住了好几天，他家里的墙上贴了好多写着神仙名字的红纸。后来我就好了，但从那以后家里如果会去寺庙之类的地方都不让我去的。接下来就是第二个事儿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当时在放假，和家里的姐姐在外面玩得挺疯的，放假了就带着我一块儿去玩。那天晚上在酒吧玩到1点多，我们俩喝的有点多，在车上的时候我们还说完了又要爬楼梯上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小区的电梯到晚上12点的时候它就停运了，没想到刚走进楼门口的时候电梯自己打开了。当时我和我姐姐都很害怕的，本来楼梯里面就会显得阴森一点，现在电梯的灯亮着，显得更阴森了。我问姐姐怎么办，姐姐说肯定不会上去的呀。
说着就拉着我绕过了电梯，去走安全楼梯了。我们刚进安全梯，就听到电梯门关上的声音。走楼梯走到2楼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地上有非常多焚烧过的黄纸纸灰。要是说平时看到这些东西，当然也感觉没什么的，而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2个都非常的害怕，就赶紧的跑到了外面。小区里的灯虽然都灭了，但前面保安室的灯还是亮着的。我们就赶紧的给我爸打了电话，让他下楼赶紧来接我们。当时他下来的速度还蛮快的，我还问他是不是坐电梯下来的呀？我爸说，你忘了吗？电梯晚上就停运了呀。我们楼上今天有人出殡，他本来想去接我们早点回家，但忙起来就把这事儿给忘了。估计是我们被吓到了，所以赶紧的来接我们回家。后面我和姐姐一人一边，紧紧地搂着我爸的胳膊就进了单元门。上去的时候，我瞄了一眼，电梯停在了11楼。后来我问我爸，那个死去的人是不是在11楼住着？我爸说好像是的吧，这个他也不熟。第2天我和姐姐出去吃饭，在回家的时候，一个披麻戴孝的人和我们一起进了电梯，他就到11楼去了。后来说起这事儿的时候，有些老人们就讲，像是这种看起来好像专门为你而开的电梯门，或者是半夜里专门为你停下的车子，都不要上去，因为你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到什么地方去的。而遇到这怪事儿以后，一到晚上我就不敢自己乘电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有让你想起什么恐怖遭遇吗？本期结束，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欢迎投稿给鬼说。下期不见不散。